爱之战这期节目真的揭露了目前所有情侣都不愿意面对的送命题。婚礼在即，男朋友才迟迟坦白自己有50万的债务，你的反应是？这个题目真的很要命，如果是真爱应该会同舟共济，但如果很现实，很大可能会选择放弃结婚。还有个问题更加让人无语，在男朋友家吃饭时，突然被伯母喊前女友的名字，你会怎么办？每一个问题都句句扎心，可最后的答案一定能惊掉你的下巴。而这样的问题一共有14道，我们挑选几个比较送命的问题，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应对的。男生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在路上看见漂亮的女生时，女朋友问那个女生是不是很漂亮，你的答案是，根据10位女生的投票结果，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，快看，那个女孩很美，身材很好，脸很漂亮。 What？ 这不纯纯的完犊子货吗？这回答我敢说在座的男人要么想分手，要么就是想挨揍。而写下这个答案的男生竟然是一对异国情侣，可他女朋友却笑得非常开心，因为这种夸赞在国外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可这里的10对情侣有9对都是中国人，两国的恋爱观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也因此让两人陷入了很被动的局面。第3个问题就更要命了，也是很多女孩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。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，女主人公在最后死了，女朋友问，如果我先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的答案是完了，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，那就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一场，请你喜欢的乐队伴奏。其实这个回答是很真实的，也能从中感受到两人平时那种活宝式的相处方式。但是真的在面对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所有女生都认为是最差的，因为不是每对情侣都会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相处。这个答案竟然是软饭男写下的。我喜欢。或许他们的生活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。第4个问题就有点扎心了，一旦回答不好，轻则大闹一场，很可能还会被女孩倒打一耙。当你发现女朋友在生日当天回复了前男友发来的信息，你会怎么做？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，暗示他该删掉前男友了，得让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为什么会是最差呢？这不是非常大度和心平气和的在解决吗？咱不吹牛逼的讲，如果你女朋友真的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感觉摔手机都是轻的，应该会有90%以上的人会选择直接分手。可女生的回答让我感觉非常奇葩。我很讨厌让我删前男友的这个，我也是，我我也是，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渣男子主义，然后暗示就更加讨厌。现在的社会男人就活该包容一切吗？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换作是男人的生日，前女友突然发来的信息，你会像他这么大度的暗示你只是删掉而已吗？并不会大吵大闹吵着要分手吗？不昧着良心的回答，就不可能有不生气的女生。没想到写下这个答案的，竟然是最帅的奶油小生。真的是意料之外，他太爱了。我没感觉他有任何问题。下一个问题就比较扎心了，女朋友发现了前女友的照片，你会怎么做？首先说说我的观点，如果是时间长给忘了，就当场撕掉以表忠心；如果是故意留下的，那更完犊子了，你属于贼心不死，纯纯就一渣男。但有个奇葩却是这样回答的，我会说，谁没个前任呢？对方会表示理解，因为对方也会有跟前任的亲密照片。这谁写的？我真是无语了。在所有人的意料当中，写下这个答案的还是异国情侣，这就是文化差异。在国外，他们的爱是很开放的，并不像我们那么保守。他们已经被3次选为最差答案，可男生们也只剩下了最后一道题。如果女朋友问你要怎么来表达你到底有多爱我，你的回答是？看到这个问题我头都炸了，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？无缘无故就整一句你爱不爱我，这也是一道送命题。说爱就显得很敷衍，说不爱换来的只有搓衣板。可有个男生是这样回答的，我爱你300万。这个梗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黄豆再次大胆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，也只有他们自己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然后因为有首歌叫 I Love You 3000。对，然后我跟他说不够，然后他说300万。对，300万。对啊，很浪漫的一种回答，也是两人的专属暗号。当其他人误会了黄豆的回答时，更是流下了内疚的泪水。现在换成女生来回答问题，得票最差的2队将被淘汰出局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，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，前男友从对面走过来打招呼，这时你会怎么向男朋友介绍前男友呢？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，直接跟对象说，这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个谁谁谁，然后男朋友打招呼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好，留前男友自己怀疑自己被怎么说的，自己难受。这明显有点还没释怀的意思，有种想造成前男友难堪的局面。写下这个答案的竟然是最可爱的蒋佩，我现在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，因为现在的男朋友哪都很完美，前男友应该有种后悔或者自愧不如的感觉，这是一种小小的报复心理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大吵一架后，
1周都联系不到男朋友，这时你的应对方法是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暴露家庭地位，不信你看看下面这位女生的回答。把他的东西全扔出去，对对，牛啊牛啊牛！把家里的锁全部换掉，全部拉黑，永远别想联系到我。我也出去旅游，必要时搬家。我已经猜到这是谁的回答，要么是软饭男的女友，要么就是基金投资管理人陈柳明。苦啊苦啊！不。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。我不用举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消失7天也确实很过分，属于冷暴力的行为，被拉黑也是情有可原。第6个问题也会经常出现在生活中，在男朋友家吃饭的时候，男朋友妈妈用男朋友前女友的名字叫你，你会怎么做？这就有点考验女生的情商了。我认为当作没听见是最好的选择，可答案出来的时候却是最差的回答。假装不知道，一直保持开心，之后也不会提，就让这件事这么过去。这不是很明智的做法吗？如果开口提醒了婆婆，是不是会让双方都很尴尬？要么当作不知道，要么让男友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可为什么会被选为最差呢？因为这会让不好的种子一直萌芽发芽。这个意思。这是比较成熟的女生选的。请写下这个答案的女生举手示意。其实陈柳明的做法是很明智的，只有当作不知道才会避免尴尬的局面。你不像你的性格啊。因为这个事情发生过，在我们家，但是我爸爸叫错他的名字，然后他就一直都没有说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，一直保持开心，就是一直当做不知道，这样对方都会开心。这才是成熟女人的解决方式。此时除了一国情侣答错了4题，其他3对都有3次最差答案，而题目还剩下最后一个，也是我们最期待的债务问题。假如明天就要结婚了，男朋友才迟迟坦白自己有50万的负债，这个婚你还会不会结？在这个问题上，被选为最差答案的是问他债务的原因，分情况看是否影响婚姻的本质，最后让他独立承担债务，还完再结婚。这个回答确实很让人震惊，里面充满了现实的味道。很多女生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回答。原本我以为这是软饭男的女朋友的答案时，可结局再一次出乎我的预料。你看，我觉得说的很好呀。你看女生都觉得没问题，一般人做不到吧？我觉得。为什么都选这个呀？独立还完，都已经放过你们，还完再结婚啊？对呀，都不是不跟你们结了。临近结婚，发现男友隐瞒了他负债的事实，那么这个事情的话，在我们大部分女生眼里是非常严重的。这就可以解释通了。临近结婚才坦白，这种行为是欺骗。我相信所有恋爱的情侣最不能容忍的应该就是谎言吧，别管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，结局都是男人已经撒了谎。所以还有一种可能，万一这个男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女人的钱呢？可不管回答的好与坏，已经有2对的最差答案持平，都是4条。到底谁会被惨遭淘汰？关注秀才，我们下期揭露谜底。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，主人公在最后死了。女朋友问：“如果我先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你的回答是：“太好了。”给走，这个给走不是我的答案。回答一定要严谨一些，严谨一些。这是生死命题。我写的全都是我的最真实反应。我也是，都是。那我先来了啊！来吧，念出来。男朋友每次约会出门穿搭都很难看，让你觉得很丢人。这个很有代入感。我也有，我都有，这个太有代入感了。我的天哪！你会怎么跟他说？我当时确实转头就走了。我写的是随便谈，因为他自己的包袱就很重，每次都是我随便穿个拖鞋就出去了。我会去给他买一件，或者就是给他自己买一件。OK， 下一个。和男朋友约会的时候，前男友从对面走过来打招呼，这时你会怎么跟现男友介绍你的前男友？真尴尬呀！我天！啊，这个我感觉简单多了。我就直接不介绍，就当做没看见。对，我觉得过去的就没必要再介绍，跟他也没有什么联系。就嗨，然后你这样子走过是吗？我会打招呼，就大方的打招呼，然后介绍他们认识，然后问一下近况，最近怎么样啊？还要聊这么多吗？因为我还蛮好奇的，其实你不好奇吗？不好奇啊，不好奇。如果我有的话，我也会打招呼。就是我过得好不好，我就很希望他说然后你就心里特别爽，但是竟然还会没事，然后我就会说我们先结束喽，就是，然后拜拜。
男朋友的女性朋友好像喜欢他，你希望他们能保持点距离，你会怎么开口呢？直接开口，直接开口。哎，但是我会让他在朋友圈就是发我，疯狂发我们两个就是恩爱的照片，让那个女生自己知道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也是，我对象就是朋友圈的背景直接就是我，然后每一条朋友圈几乎都是我，所以如果有女生直接给他发微信说喜欢他，我会直接说那就把这个人删了吧。是哦，对，也就是因为手机屏保啊，手机什么全是你的照片，还加微信，蛮厉害哦。确实。婚礼在即，男朋友才迟迟坦白自己有50万的债务，你的反应是？我会说先还完再结婚啊，但是前提是如果说这个债务如果是赌博的债务啊，那这个婚就结不了。对我也是这么想。对，如果说是说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难言之隐啊什么的，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能成为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欺骗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说，就算比如说你是借钱或者看病或者类似这种啊很难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隐瞒，而且都要结婚了，然后结婚前你又突然跟我说这个是为了什么呢？让我帮你还债吗？但是你可以，如果想要还债这个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。但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在要结婚的时候才说出来的。对。大吵一架之后1周都联系不到男朋友，这时你的反应？1周分手。等，这时你的应对方法是会有点担心吧？是不是？就有好多种假设，感觉。我不会主动联系他，但是会通过他身边，就是通过我们的共友，然后去了解他的情况。然后如果他要是一直不联系的话，那就别联系。对我也是，但是要看问题吧。如果这个问题是他的错的话，对吧？那就别联系了。那如果是我的错的话，我可以先稍微软一点。但如果你还不跟我联系的话，什么？我说就算是你的错，我也不能接受1个星期哎。不是，就是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会给他发消息。如果他还不回1个星期的话，那就别联系了。但如果是我的错的话，我会第一时间就会，我会去第一时间就会表示。所以我要看问题。我写的是直接去他家找他，我就说如果不想谈了就直接拜拜吧。我先会担心他的安全呢，我怕他什么掉了，或者是我其实完全不会怪他，我只会很担心，我一点怪的心情都没有。我会怕可能他会不会想不开，会有什么东西。大嫂呢？我说了呀，我都不找他的。他就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他的身上。我不找他的，出去喝酒什么我都不找他，我都不可想自己一个。我很放心的呀。有没有想过我们男朋友可能如果在听到他们的答案的时候，然后心就说我跟你讲，有可能到时候换过来，然后就然后发现他们答案，大群里完全是反的。在男朋友家吃饭的时候，男朋友妈妈用男朋友前女友的名字叫了你，比如谁谁谁多吃点儿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真的试过真的吗？我真的试过对，因为我以前有个前男友，他跟他女朋友好多年了，而且还叫错2、3次。我也发生过，是我爸叫错他的名字。我和我妈2个人就，我妈妈就，我们俩就然后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反应？对，我也想完全没有反应。不要把我这段求求不要播。我和我妈结束之后，我妈是不是傻子？我们俩气死了。太有意思了。结婚后，婆婆某天突然来访，看到儿子正在做家务，而你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婆婆问儿子：“家务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？”你的反应是？我感觉现在很多婆媳之间的问题，其实都是男生做的不够到位。对，是这种。对。我准婆婆很好的点就是，她经常会给我对象打电话说，你有没有帮婷婷多打扫卫生、刷碗？她妈妈说，女人很不容易，所以她带着孩子其实会很难。就因为之前吃过苦，所以对我婆婆真的特别棒，就我真的没想到当时。对。你应该没有婆媳关系吧？不是，我们现在就住在他家里。对。那他好吗？我觉得。对，挺好的，他们对我非常好。没有，他性格就很好，温和。如果你婆婆跟你说什么，你就说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好话就是谢谢你，好话就是听不懂。现在发布一则通知：
请所有男生在4位待定女生的答案中选出你认为的最好以及最差答案。请所有女生在4位待定男生的答案中选出你认为的最好以及最差答案。男女生最差答案数量相加最多的一组将被淘汰。我其实一看就知道哪个是我老公写的。真的啊？我觉得蛮明显的。不是，这真的是他们的回答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的是那个电脑打的感觉？哎，但是我就是快看那个女孩很美，身材很好。我感觉像 AI 的答案。是怎么回事？是谁会在旁边触犯？到底是谁？这个触犯天条这种事情？对，这个绝对是最差。这个肯定最差，这有点离谱啊！真的，这个到时候拎出来暴打一顿，活该被淘汰。真是，说可能是黄豆，可能是黄豆，真的。这个如果是因为这个被淘汰了，不怪任何人哈，真的是过分。还要你快看，是，这太离谱了，我的天！是，还打省略号是什么的？就是太多了，还要说很多。他夸了3分钟，这里显示出来只有10秒。我还蛮难抉择1号和4号的，因为我觉得4号就太会了，都就分析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喜欢4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，你看他说如果真的很漂亮的话，他说如实回答并可适当的分析美的地方，因为我觉得美的东西就是大家要去欣赏的，没有必要说你这个东西很漂亮，但是我就说不好看，你最好看，我觉得这是不太那个。我比较喜欢4我喜欢1，我喜欢那种被简单一点的，不是被讨好的感觉，就是不是到被讨好，就是我喜欢被偏爱的感觉。我选3。我喜欢被偏爱。倒也不是，我觉得3个答案好，是我感觉是我男朋友，所以我才选。跟你比差远了，这就很直男，就很直男的。可以选吗？来吧。女朋友花了一整天时间给你准备了晚餐，你吃了一口发现太咸了不好吃。女朋友问怎么样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：1真好吃，辛苦了我的臭宝宝。臭宝宝，谁是臭宝宝？你是臭宝宝。下次我来给你吃多好的是你啊，是你呀，是你呀。我懂了，下次你们要写爱称。4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咸，有点咸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吃咸的。我还蛮喜欢这个回答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我也知道可能我做不 OK， 但是你就说没关系，我就喜欢，就是偏爱啊，我就偏爱这种那个的。但我完全看不出来哪个是我男朋友会作答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会走就是非一般的路线，还是说稳稳的来。我们俩这一点默契都没有，猜不到。确定真的是他们4个吗？肯定是，我都能读出我的老公的语气。首先会安抚到情绪，哇，这太多了吧？我觉得这4个答案都挺好的，很难选出最差的。但我有一点点不喜欢第1个，我也不喜欢，他好像就觉得我就非得去的，拿捏了。而且就是我能搞定，但万一游戏跟你无关呢？对啊，对，他觉得自己好像能掌控一切的感觉。对，就我让你放松，但是我知道你明天总是要去的，就你必须得去。他就完全没有想过你不去，就是，而且这个有点吹牛的感觉。我感觉它里面有一点隐隐担心，说怕你会不去。对，这个没有照顾到他的情绪。对，就是说只要你去就好，因为你们说的我都想改了。最差。下面的就是下面的3个都很尊重，下面3个都很尊重。第1个就感觉好的，正好我在最差那边打了个叉。第3个感觉他也累了。对的，男生的他一切以他的身体健康为主。男生心想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早就等你说这句话了。早不说，我其实最喜欢第3个哎。第3个感觉他很累。这个是谁能用到靶向针对？这谁能用到？受教育程度还蛮高的。不是，这个跟前面的1点、2点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，我觉得。没有呢，我老公写不出“靶”这个字。这个“靶向”这个字确实真的很。我也感觉这是谁这么有文化？我跟你讲，谁这么有文化？他可能写了 BA 靶，对，有可能。我觉得这4点跟前面那个4、3都是一个人，他还依然很严谨。不是，我觉得4不是一个，4很严谨啊，就是他很严谨，他又创造出了2种条件，2种条件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？
他得罪任何一方，两边都写。对，就他很严谨，对他很严谨这个人。但是我挺喜欢你的耶。啊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根据你的选，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选就好了。对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哎，这个问题我经常问。略，谁会打略？我有几个都想选最差，我都跟你讲。第4个是什么鬼？但第4我还挺喜欢他的态度的。哎，我也觉得第4个挺好，而且很幽默呀。对。第1也很幽默，你身体这么强壮，肯定不会的。这个也很好笑，这个。对。哪个老婆是强壮的？我在想，你身体这么强壮，肯定不会的。要死也是我气死。别说了，因为这几个都有点离谱，我决定反向选4。我也会选4，哪怕我觉得很棒，因为前面几个有点离谱。我觉得如果我作为女朋友听到那个第4个，我感觉我会气死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会被笑气的，真的，我气笑的，真的。好像他们都没有很严重的，我们都是家长里短啦，什么婆婆妈妈这种东西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写这种无厘头的这种？男生的题反倒还是他们很无厘头啊。对。咦，这个第2个人也是在找死，直接揉成团扔垃圾桶。哇，这个我会说谁没个前任的，我打死你，我就。谁没个前任，这样一巴掌挥死他，真的。但我觉得直接揉成团扔垃圾桶也蛮奇怪的。但是我觉得他说，因为对方也会有跟前任亲密的照片，有被阴阳到。对，有被阴阳到，有被。我也有种被阴阳的感觉，我会说谁没个前任呢？就带着这种语气，很阴阳哎。哎，这个话是他说出来的，我会有点衰哦。那要不我们拍一个更亲密那种？这个真的也蛮奇怪的。对我也不喜欢这个。哇，这4个还蛮精彩的，让人有点难选。这4个蛮精彩的。等一下，发现女朋友回复了前男友生日，那天发的信息是你会怎么做？什么意思？发现女朋友回复了前男友，就发现我们回复了前男友的信息，他会怎么做？